昨晚的事，你要怎么解释？昨晚的事你都已经看到了，有什么好解释的？是皮尔做主动，对不对？其实他一早就对你有兴趣，是你不想破坏我们的友情，所以你才不说的，对不对？你说啊，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我们已经是那么多年的朋友了，只要你说，我就会相信你的。朋友？我们真的是朋友吗？我们当然是朋友啊。如果我们真的是朋友，为什么你答应我不会跟我抢天舞，结果还是喜欢他呢？我没有跟你抢，是你自己说你放弃他的。那是他逼我说的。你去跟他说，你是因为我，才不能够接受他的追求，所以他就千方百计要我丢入他的圈套，要我成全你。什么圈套？你在说什么啊？现在说又有什么用呢？我什么都没有了，就连自尊心也被他踩在脚下。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？我只是喜欢他而已。你不要这样好不好？这个男人根本就不值得我们为他难过。你不要碰我！说来说去，都是你害的。你清醒一点好不好？为了一个男人搞到我们反目成仇，牺牲我们那么多年的友情，这样做值得吗？友情，友情就可以不顾其他人的感受吗？你只是希望有个人跟你一起打球，希望有个人对你言听计从，希望有个人像一条哈巴狗一样的跟着你而已。我到底哪里不如你？为什么大家只看到你，而看不到我？在球场上是这样，在情场上也是这样。漏风，你不要再叫我漏风！我跟你说过多少次，我很讨厌人家叫我漏风的。为什么我的话你就是听不进去呢？不只是我的话，是所有人的话你都听不进去。你永远只顾你自己，不顾别人的感受。我姐姐就是因为你的自私自利而死的，是你害死她的。那是一场意外啊！不是意外，是因为你的虚荣心。你为了要赢，你可牺牲他的性命。是这样的，我真的不知道，我不知道他撑不下去啊。你没事吧？姐，你的脸色很苍白啊。我没事。你都没有力气说话了，你还说没事？艳芳，我看姐真的是很不舒服，不如我们就换人吧。我们已经不能够再换人了。那我们就弃权吧。于轩，我们还差1分，只要多拿1分我们就赢了。现在还管他赢不赢，姐都快撑不下去了。撑不撑得，这只有刘轩最清楚。我们好不容易才坚持了4局，努力了那么久，到底是为了什么？难道你就想这样放弃吗？撑了就，我们继续比赛。姐，不要再讲了，我们只差1分啊，1分就赢了。可是你没事。姐啊，你不要逞强啊！我的身体我最清楚。我们继续比赛。姐，刘轩说他可以，他就一定可以的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在最短的时间内拿下这1分的。这1分我们一定会拿到的。小心点。
只是重感冒而已。他本来不用死的，就是因为你的自私自利，你的一意孤行，他才会死的。我妈因为姐姐的死，受不了刺激，中风，一辈子要坐在轮椅上。我大哥呢，生意失败，还染上了毒瘾。还有我要肩负起这个家庭，还要永远活在我姐姐的阴影。我真的很累，很辛苦，你知不知道？我真的不知道。你以为你一句不知道就可以弥补你所做的一切吗？是你害死我姐姐，是你破坏我的家庭，是你一手毁灭了我的幸福。你不要再叫我。我们从今以后不再是朋友。最喜欢这张哎，这一张没什么特别啊，因为它拍出了一家人的感觉。想骑脚车吗？啊，我不会骑。没有人教你？我从小就很想学骑脚车，可是都没有人教我。你爸爸呢？我从一出世就没见过我爸爸了。哦，我的意思是说，我爸爸他很忙，所以我不常见到他。不用再隐瞒我了，我一早就知道你是一言的女儿。我上一次把钱包送去你家的时候就知道了，可是因为这是你家事，我也不想提起。对不起啊，我不是故意隐瞒你的，只是我的迷他不喜欢人家知道他有女儿的事，所以就会常常对外人说我是他妹妹啊。我知道，我也只不过是一个外人。我不是这个意思的，对不起啊。你不是说很想骑脚车的吗？我教你吧。啊，你教？车头向直，车头向直，保持平衡点。车头保持平衡点。小心！小心！你没事吧？啊！来，起来。啊，你看，是不是受伤了？来，起来。没关系啊，我从小到大都是这样的，已经习惯了。哎，我们继续吧哈。你看你膝盖都受伤了，还要继续啊？没关系的，我们继续吧哈。真的没事啊？走吧。好。哇，你真的是进步得很快哈！我一定要学会骑脚车。那就该放手了哈。今天真的谢谢你教我骑脚车。不用客气，应该是我和你说声谢谢才对。为什么？以前小慧常常要我教她骑脚车，那个时候我太忙了，老师跟她说等我有空才教她。可是还来没得及教她，她就离开了。所以我要谢谢你给我这个机会教你骑脚车，至少让我弥补了一些遗憾。其实我真的很羡慕小慧的，至少她在世的时候有一个像你这么疼爱她的爸爸，不像我，连我爸爸长什么样子都不知道。
你妈妈从来没有跟你提过爸爸的事吗？我每次问他，他都只是含糊的带过。可能是当年我爸爸真的伤透了他的心吧。其实你有权利知道你爸爸的事的，你可以再试试问你妈妈，说不定她会告诉你。就算知道了又怎么样？难道他会突然回来吗？如果他真的要回来的话，那为什么不早一点回来呢？也许他有自己的苦衷，也许他根本不知道你的存在。如果真的是这样，那不是很可悲吗？我已经20岁了，他都不知道我存在，那对他来说，我根本就是多余的。其实，像现在这样子也很好，他有他的生活，我有我的生活，我们谁也不许打扰谁。没有爸爸，没有关系。我有迷，还有外公。我的外公他很疼我，很爱我，就像爸爸一样。你也常说，我就像外公心里那块肉，如果有人敢欺负我，他一定会跟他拼命的。所以，没有爸爸也没有关系。你回来啦？哎呦，你的脚受伤了，又跌倒了。是啊，我刚才在学骑脚车的时候不小心跌倒的，不过没事啦，过几天就没事了。干嘛无缘无故学脚车啊？有人教你吗？有啊，李老师咯。你又跟他见面了？是啊，不过李老师他不是你说的那种人哦。你跟他很熟吗？你知道他是哪种人？如果那天你有跟我们一起到飞禽公园的话，看到他对小朋友那种爱心跟耐心，你就不会说他是那种人啦。你还去飞禽公园？是什么时候的事情？为什么我一点都不知道呢？是因为那天我把书拿去还给他的时候，刚好李太太带了孤儿院的2个小朋友，说要一起去飞禽公园。那他们问我要不要一起去，我又不好意思拒绝啊。他太太也去了。哎，不过我看他们夫妻俩的感情真的很好，很恩爱，所以我相信啊，李老师绝对不会做出对不起他太太的事的。他可能在你面前演戏啊，你被他骗了。那他干嘛要在我面前演戏啊？我哪里知道啊？李老师他的人真的很好的，你看啊，我跟他虽然有很大的年龄差距，不过我跟他相处的很好哦。他有心接近你，当然是跟你很好啊。不过我感觉得出来，他对我只是女儿般的疼爱，没有什么的。我不管他当你是什么，总之你不要跟他见面了。我已经跟你解释了，你干嘛这样啊？我说不准就不准啊！那你总得给我一个理由，为什么吧？他不是好人。你为什么这样啊？你干嘛老是一直针对李老师呢？你听我的就是了，你不要再问了。不要问，不要问！从小到大你就叫我什么都不要问。李老师的事情是这样，爹地的事情也是这样，你还敢顶嘴？那你说服我啊？为什么？总之我是你妈，你就得听我的。你到底有什么目的？什么？我已经跟你说过了，思行不是你的女儿，为什么你还要缠着她？我没有缠着她，况且思行本来就是我女儿。你是不是聋了？我跟你说，思行不是你的女儿。不要再骗我了，我已经找过私家侦探查过了，你那段时间根本没有男朋友，你所谓的男朋友是你自己捏造出来的。你竟然找人查我！我只是想知道事情的真相。真相就是思行不是你的女儿。好啊，你口口声声说思行是你的女儿，那你拿出证据来。思行是1988年7月出生的，以时间推算，刚好符合。我还以为你要说什么，又是这个。我跟你说过了，这是个巧合，巧合而已。我已经查过 DNA 了，化验结果证明，思行真的是我女儿。是啊，她是你女儿又怎么样？思行，她
真的是我女儿。你不是已经查了 DNA 了吗？其实我没有查过，我这么说，也只是想从你口中证实，思行是我女儿。就算知道又怎么样？你别忘了，你是有家庭有女儿的，难道会为了想认事情而放弃他们？我女儿几年前在一场车祸中去世了。你女儿死了，你现在想找一个代替品？我没有。我不管你有没有，总之，我不许你靠近思行。如果你当她是你女儿的话，就不要再跟她见面了。你没有权利阻止我见思行的。我没有权利，你有吗？你给过思行什么？你凭什么认回他？就算你想，你太太肯吗？你既然什么都不能给他，就请你不要骚扰他。他现在是过得很好，是我爸的掌上明珠，是大学里头的优秀生。没有你，他依然过得很好。有没有你的存在对他来说，一点都不重要。Rainy， 你开门啊！我还有很多话要跟你说的。我们一起在球场上共同进退了那么多年，流了多少汗，挨了多少白眼，才走到今天这样的地步。你愿意就这样放弃？Rainy， 你开门啊！我不管你在里面待多久，我都会在外面等你出来的。我是不会放弃我们的梦想，我是不会放弃我们的友情的。Rainy，你开门 ！Rainy， 这些都是我们一起赢回来的奖杯和奖牌，我现在通通都还给你。只要是跟你有关的东西，我都不要。Rainy， 你真的要放弃排球，要放弃我们对刘轩的承诺？我不但不会放弃，我还要在球场上打败你。生日快乐！在茫茫人海中，我能够跟你相遇，这是一种缘分。是你害死我的姐姐，是你破坏我的家庭，是你一手毁灭了我的幸福。嗨，怎么了？愁眉苦脸、失魂落魄的，啊？没什么啦。走了！怎么了？一惊一乍的，哎，怎么转人！啊？追巴士啊！转人！啊！对不起啊，请问你有没有看到巴士上有一箱奖杯和奖牌？是我刚才留在你家的那辆巴士上。没有啊，我刚才检查过了，没看到。你再想想看，大概是那么大的箱子。我真的没看到。没想到我跟 Rainy
经到了无法挽回的地步。是因为天武的事吗？其实一早就已经有问题了，是我自己没有发现。我是不是一个很自私的人？你怎么会突然这么问呢？也许瑞你说的对，我这个人只想到我自己，从来就没有顾及别人的感受。也许任宁是一时的气话，等他消了气，你跟他好好谈一下嘛。他把以前我们赢回来的奖杯和奖牌，通通都还给我，为的就是不想和我有任何的瓜葛。就是刚才你留在巴士上，找不到那一箱吗？奖杯奖牌不见的那一瞬间，我突然有种感觉，我跟瑞妮的一切也跟着他们不见了。那你以后有什么打算？我也不知道。现在瑞妮不在了，已经没有人可以跟我组队参加比赛。你不会是想放弃打球吧？放弃打球？就算任宁要放弃，你也不可以放弃的。你要坚持，你要努力，让他看到你遵守诺言的诚意，他会感动，他会回来的。我什么时候说过我要放弃的？你说的呀，你说没有人跟你打球吗？我可以找新的搭档啊。虽然要跟一个新人培养起一定的默契，需要一段时间。毕竟我跟瑞妮已经一起打了那么多年。放心吧，我会坚持下去的，我不会放弃我的梦想。你怎么来了？我是特地来找你的，找我？什么事啊？是因为你跟叶芳的事情。我不想提这个人。艳芳真的很在乎你的，你们一起打球那么多年，难道一点感情都没有吗？你能不能再跟她好好谈一谈？我和他再也没有什么好谈的。但是你想想，你跟艳芳在一起共同战斗那么多年，就这么分开了，多可惜啊！你能不能够不要说话？小姐，你怎么了？我肚子有点痛啊！啊？发生了什么事啊？不会吧？电梯停了。嗨，有人在吗？你怎么了？我好像快要生了。啊！快要生了！你不要生了，你要挺住啊！这儿什么都没有的。我先扶你坐下来吧。喂喂喂，有人在吗？有人在吗？有孕妇要生孩子。你不要紧张，你放轻松，慢慢呼吸，慢慢呼吸。不行了，我小孩要出来了。你不能生啊！这儿什么都没有的。羊水破了。羊水破啊！羊水破了！现在不是快要生了吗？不管了，我看要在这里生了。你会接生啊？不会。你不会接生，你要他生干什么？不然要怎么样？你快点抓住他的手，快点！抓他的手干嘛？我也不知道，电影都是这样的。下去，放轻松，放轻松。你跟着我一起吸气，还有吐气哦。1、2、3，吸气，那就吐气，再吸气，再吐气，再吸气，再吐气，再吸气，再吐气。好，我来给他加油。哦，来，你下一次吐气的时候，你就用力推，来，吸气，吐气，推，来，吸气，推，1、2、3，呼。没想到我这样就当了人家的干妈妈。我也糊里糊涂的成了干爸。
其实我是蛮佩服你的。为什么？像刚才在电梯里那样的情况，如果我一个人在的话，早就乱了。而你呢，临危不乱，真的很不错。其实我当时也是很害怕的，不过在那种情况下，我只好死马当活马医啊，要不然能怎么样？哎，你受伤了？啊，没事了，刚才被抓了几下。哦，我看你回家时拿药涂一涂，要不然伤口很容易感染的。没事的，小伤。哎，你有没有觉得缘分是一件很奇妙的东西？你干嘛突然提起这个？你想啊，如果我今天没去找你的话，我们就不可能在电梯里帮孕妇接生，也就不会突然之间成为飞凤的干爸干妈。那你说，缘分是不是很奇妙？缘分的确是可遇不可求的。是啊，你想，你跟叶芳在一起打球那么多年了，你们共同战斗，还要立志去拿到全国冠军，你就这样放弃了，你会觉得可惜吗？我已经跟你说过了，我不想再提这个人。朋友之间吵架是很正常的事情，我来帮你们和好，行吗？你听清楚啊，我跟他缘分已尽，再也没有任何关系了。李老师，你没事吧？哎，我没事，只是摔了一跤。李太太，是啊，只是从椅子上跌下来都会扭伤腰，还要住院。我啊都不知道你是幸运还是倒霉啊。当然是幸运啦，至少我没有跌坏我的脑袋，也没有跌伤其他地方，算是不幸中的大幸了。你还好意思说？从我认识你到现在，你不是给我3天1小跌，就是5天1大跌，整天东撞西撞，不是这里青一块，那里紫一块的，就不知道人家会担心。你说，我是不是傻人有傻福？不是，我才不要做傻人的老婆呢，傻婆。哇，今天打球的人真多。是啊，希望有好的对手。那里好像有一个，是吗？这几个的样子看起来应该蛮会打的。请问你们是来这里打球的吗？不来这里打球，来这里干嘛？那我可不可以跟你们一起打？你会打球吗？打了就知道了。sorry。Hello， 回来啦。刚打完球，累死我了。哎，你今天不是去找新拍档了吗？去啦。怎么样？唉，该找的地方都找过了，就是找不到合适的。我真的有点担心，我找不到新的拍档。有志者事竟成，你一定可以找到的。我觉得啊，找搭档好像找老公一样难呢。怎么说啊？好的都已经结婚了，剩下一些还没结婚的都不是好男人，要不然呢就是不喜欢女人的男人。这个世界上呀，一定还有那些还没有结婚，而且是喜欢女人的好男人，只是你还没有找到而已。比如说我吧，就是一个经典的例子。什么时候变得那么臭美的啊？来，这么快就上报纸了？年轻情侣齐心协力，孕妇电梯产子获救。哇！我跟瑞宁连朋友都谈不上，还说我们是情侣。不是朋友，
你去找他干嘛？因为我的缘故，对不对？那他怎么说啊？他，你不用说了，我知道。哎，你等一下，有没有时间啊？干嘛？我带你去见一见我们电梯产子的女主角。那个孕妇？不是啊，是我跟 Rainy 共同接生的那个女婴，我的干女儿。你的干女儿？我干女儿的头发呀特别长，就像你一样，特别可爱。Rainy 也在，你们两个应该好好谈一谈了。他说过他不想见到我的。他只是一时气话。你今天不敢面对他，你明天不敢面对他，你想躲他一辈子啊？走吧。Rainy。你还在想刚才的事啊？没有再想啦，早就猜到他会有这样的反应。其实我相信过段时间呢，Rainy会谅解你的。希望是这样吧。你怎么啦？不好意思啊，我先去趟厕所，回来再说。哦，那我在这里等你啊。好。小朋友，你们在做什么？我的球卡在上面了。没问题，让我来吧。谢谢。不客气。你在干什么啊？我找到他，我终于找到他了，就是他，就是他。什么就是他？你在说什么？刚才我看到一个女孩子，她轻轻一跳呢，就把那个球拍下来了，而且我认得她，她是国荣的同学啊，她的弹跳力真的很有爆发力的啊。哦，我明白了。很少女孩子会有那么惊人的弹跳力的，而且她长得高，绝对是打排球的最佳人选。你想找他做你拍档？当然啦，那么难得才见到的人才，我当然不可以放过他。你又想起小慧了。也许是我做错了事，老天在惩罚我。有女儿，好像没有女儿一样。李老师，不要再胡思乱想了。世界的事情变化无常，你要珍惜你所拥有的。我知道，我很珍惜我跟你和外公相处的时光啊。那你爸爸？我爸爸就
就算我想珍惜，也没有这个机会啊。如果突然间你爸爸出现在你面前，和你相认，你能接受吗？我也不知道。哎，思行，你来啦。李太太，是啊，我把粥带来给李老师吃的。你真有心啊！哎，你坐吧，我还有事，我要先走了。这么快啊？嗯，李老师，记得把粥吃到完哦，好好休息，我有空再来看你。谢谢。再见。再见。别着急，慢慢等，我把它不处理。思行，你怎么会在这里啊？你们认识的啊？你找人就是他呀？你找我？我有事要跟你谈。我下一次不是已经向你解释清楚了吗？我跟天武真的没有什么的。我不是因为他来找你的，我跟他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。哦，那你找我是？我是希望你可以成为我的拍档，跟我一起参加沙滩排球赛。做你的拍档？我看你是找错人了吧？没错啊，是你啊。那为什么是我？刚才我看到你帮小朋友捡球，发现你的弹跳力非常好，很适合打球。那如果你答应跟我做拍档的话，我们又可以配合得很好，一定可以所向无敌的。你笑什么啊？我是在笑，你真的找错人了。我根本就不喜欢打什么沙滩排球的。上一次呢，我到海边玩，已经被球打到流鼻血了。如果你要找我当你的拍档的话，那不是我打球，而是球打我。不是所向无敌，而是逢打必输。那只是你的想法，我不这样认为哦。算了算了，我不想拖累你啊，你再去找别人当你的搭档，好不好？哎，思行啊，还是算了吧，你别白费力气了。你叫一个不喜欢打球的人去打球，太强人所难了。你不懂的啦，他明明是有潜力的，可是却要被埋没起来，你不觉得可惜吗？但是问题是，思行从小就不喜欢打球，再说了，教练也不会肯的。算了吧。关你教练什么事啊？思行是教练的外孙女。哦，难怪你们会认识。她弹跳力好呢，可能是因为小的时候一犯错误，教练就罚她练青蛙跳，从小跳到大，不好都难啊。既然他外公是教练，而且是运动员出身，他应该知道沙滩排球是一项健康的运动。让思行身穿泳衣在众人面前抛头露面呢，我看那是不可能的。现在已经是什么年代啦？他外公怎么还会有这种迂腐的思想啊？也许他是过于保护思行了吧。不过个人有个人的想法，你也阻止不了啊。思行都长那么大了，不可能事事听由外公的摆布。只要我有办法说服他，其他的都不是问题。看来你还是不死心，对吧？事在人为啊！我一定会激发起思行对打排球的兴趣。你等着瞧，我一定会让他改变初衷的。哎，你姐最近是不是在找人组队打沙滩排球啊？是啊，你怎么知道？她有找过我，要我做她的拍档。他找你做他的拍档，不是吧？是啊，那个时候我也是像你这样的反应啊。你也知道我对打球是没有兴趣的，是他说我的弹跳力很好，如果跟他组成一队的话，一定会所向无敌。你不觉得这样很好笑吗？我姐是怎么回事？吃错药了吧？你才吃错药。我可以坐下吗？你为什么会跑来这里？我不来这里，我会知道你在背后讲我坏话。我哪里有？没有就 shut up。
我不是来找你的，我是来找思行的。哎，你如果是要我跟你搭档打沙滩排球的话，那我跟你说免谈，因为我真的没有兴趣。兴趣是可以培养的，你整天躲在冷气房里，不晒晒太阳的话，很不健康的。你看你脸色苍白，一副弱不禁风的样子，不如跟我一起打沙滩排球吧，我帮你大病小病通通都远离你。那就谢谢你的关心啦，我的身体好得很。那是因为你现在还年轻，身体机能如果有问题的话，现在是看不出来的啊。如果你一直不做运动，不到30岁啊，你身材就会走样，肌肉就会松弛，到时啊，人家就会叫你安迪了。喂，你也太夸张了吧！思行不喜欢打排球，你就不要为难他了，好不好？我叫你 shut up， 你听到没有？啊？来，过来，你干嘛？去后面桌子坐来。后面，姐。看你的书，做你的功课。哎，思行，你考虑一下吧，我不会放弃的，我一定会让你做我另一半。好好考虑吧。怎么又是你啊？你真的是冤魂不散，无所不在啊！我说过，我不会那么容易放弃的。那这一点，我是不随便接受人家东西的。这个是沙滩排球光碟，又不是钱，又不是钻石，你就看看嘛。啊？你为什么这样子的？我说过我没兴趣就是没兴趣了，看什么也是没兴趣的。你不看看呢？你怎么知道你没兴趣啊？啊？你为什么一直强人所难呢？你为什么不尝试接受我呢？那这么多人你不去找，为什么一定要选我呢？因为我们有缘分啊，天呢是注定我们两个是一对的。我求求你了，你放过我好不好？我真的不适合你的。不行，我是不会那么容易放弃的。我好不容易才等到你啊，你具备的一切呢，都是我梦寐以求的。这次我是不会放手的。可是这种事情是不能勉强的，你不明白啊？我不会勉强你的，我会用我的真诚来打动你。我相信总有一天我会等到你点头的。嘿，你今天怎样？是不是和我一样？简讯短短的几行，让微笑变得好忙，忘记时间还等在一旁。嘿，做什么晚餐？在游览哪个网站？回忆写成的文章，一直重复那几行，才发现有些笑容可以挂在心上。你的出现变走了孤单，从此思念关不上窗。原来幸福